学们，我们的国运之战又失败了，这次居然败给了绞盘国，我龙国的国运又被劫取了一部分。原来如此，我穿越到了一个历史文化断层的平行世界。10年前，诡异国运系统降临，所有国家都要设计诡异副本，参与国运之战。每个国家都要挑选5人成攻略小组，每次国战都会随机匹配。 国运被劫取，会导致全体国民寿命上限下降。2人组成，使大脑出现诡异复苏，造成大量人口死亡。而偏偏这个世界的龙国，诡异文化断层了。检测到何氏副本设计师，请问是否担任？什么？我们班居然有副本设计师？是什么？就由我让蓝星回忆起来自血脉深处的恐惧吧。 这里是副本设计空间，你可以利用你脑海里所有的资料设计副本。当副本开启时，你将会和挑战者一起传送进副本，你们可以交流，却无法直接动手，你也无法操控副本，你只是一个旁观者。既然如此，这终是恐怖的滋味。 龙国对绞盘，又是绞盘，天要亡我龙国吗？不会的，说不定这次我们能赢。赢？怎么赢？现在全世界谁不知道我们龙国是最弱的？就连新选中的副本设计师都是个学生。开始了，看看情况再说。这些就是各国的大佬吧，能直接围观。 其他人就通过各地浮现在天上的屏幕观看。好戏要开始了。你就是这次龙国的副本设计师？什么嘛，原来是个毛都没长齐的学生。你们龙国的智囊团是集体切腹了吗？景上君，看来龙国是彻底放弃治疗了，把国运交给这种小鬼设计副本，怕是连最基本的恐怖氛围都渲染不出来吧？小弟弟，你设计的副本里该不会全是毛绒玩具和彩虹吧？姐姐，我胆子小。 你可别吓我哦！哦，我忘了，你可能连设计一个像样诡异的资源都没有呢。根据系统规则，设计师对诡异的了解程度与可调配的副本资源成正比。以你的年龄和阅历，能调动的资源恐怕只够具现化这个破门楼。这种垃圾我们分分钟就能通关，龙国终将会成为我们大绞盘帝国的天下。资源。 对付你们，用最基本的几何图形就够了。至于我的设计水平，希望你们待会儿还能站着评价。请吧，全世界的人都在看着，别浪费时间了。还是说你们怕了？八嘎！虚张声势，我们会用最快的速度通关你这个劣质副本，让龙国在全世界面前颜面扫地。 什么嘛！原来是婚礼，这就是你设计的副本，这么喜庆，你是来给我们办欢迎派对的吗？看来姐姐我说错了，不是彩虹，是锣鼓玄天呢。唉，不如漂亮国的副本直接啊，一上来就被丧尸包围。这个副本一点挑战性都没有。喂，你小子不会是我绞盘国派来龙国的间谍吧？这才是中式恐怖的精髓啊！ 不需要丝毫血浆，甚至全程都不需要一只可以伤害到你的怪物，只是一双普普通通的绣花鞋，就能将人吓得半死。真是期待你们到时候的表情。行了，皇上回来了不就是？参加杨家婚礼，活到明天。只是等到明天就能通关吗？这是我见过最简单的通关条件。希望你们一会儿还笑得出来。这就被吓到了吗？好心提醒你们一下，要是你们身边的惊吓值达到100，可是会直接被系统抹杀的。这种垃圾也配吓到我们？我们只是还没准备好罢了。
一堆废纸罢了，不过如此。棺材，婚礼上怎么会有棺材？可能是剧情道具，不要自己吓自己。按照常规副本逻辑，不触发机制就是安全的。太矛盾了，难道说这个婚礼其实就是这2口棺材里的死人呢？不管是什么，都不要被龙国的人小瞧了。去看看。棺材是钉死的。我们的目标是活到天亮，没必要打开棺材，小心触发那个小子设计的机关。小心！忘了告诉你们，在这个副本里，恐惧是唯一的实力。你们越怕，他们就越强。淡定，他肯定是故意吓唬我们的，想让我们惊吓值满载，被系统抹杀，别上当。不过如此，怕是做了声音效果，根本没有怪我。怎么回事？灯笼的颜色变了，这是什么原理？刚刚有谁故意换过吗？看来这个副本里隐藏着特殊的 NPC 啊，专门换灯笼吓唬人。可是地上的白色纸片是什么东西？是龙国的纸钱，给死人花的。红色在龙国代表喜庆，而白色则代表了死亡与葬礼。那你葬礼，婚礼居然变成葬礼了！我倒要看看你还有什么花招。等一下，我们多了一个人。什么？你是谁？你把山下怎么样了？八嘎！刚刚那是什么东西？他对山下做了什么？把山下交出来！你们难道忘了副本已经设计好了？现在他不受我的操控，我劝你们不要找他了，不如找个狗洞躲起来，说不定能活到早上。是不是你杀了山下？你这个杀人凶手！继续，你们因为恐惧已经完全丧失了理智。副本里我可是没法亲自动手。再说，真正的杀人凶手其实是你。难道你忘了，你刚刚杀了杨家上下13口？放屁！老子刚刚撕碎的明明是纸人。景胜君，你看那边。那个碎掉的人头跟景少君踩破的那个纸人脸几乎一模一样，就连位置都是一样的。这不可能！怎么可能是我杀的？我杀的！冷静，谨慎！景少君！这么快就死了？龙国的副本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恐怖了？连怪物都没有出现，仅仅只是瞎，就吓死了一个资深攻略者。死得好，居然是被吓死的。一开始我以为多牛逼呢。只剩我们2个人了，你一定要保持冷静。系统还没宣布山下死亡，找到他，我们还有机会。走吧。真不知道你们怎么活到现在的。哼，在中式恐怖里，还敢去找消失的队友？不过关我屁事。山下君，你怎么坐在那儿？发生什么了？你们去了哪里？蜡烛灭了以后，我就被困进了棺材里。我拼命的闹门，可你们没来救我。
那声音不是诡异发出来的，是你在求救。对攻略这个副本，我们还一无头绪，就已经死了2名队员了。这个新娘肯定就是副本里的 BOSS， 只要干掉她，不用等到天亮，我们也能直接通关副本。给我去死！又是纸人，难道这个副本没有一个活人？全都是纸人？难道我们刚刚经历的都是幻境？龙国的副本也太可怕了，完全未知，完全不清楚有几层幻境，完全诡异。我到现在为止都没看到有怪物或诡异出现，2个脚盆队员全部都是吓死的。好可怕！仅仅只是氛围而已，居然就杀掉了好几个人。这副本的危险级数，我愿称之为最高。你们看，副本里又出现新情况了。万一他是真人呢？苍井，别胡说，一切都是幻觉。我没有说话。苍井，你旁边，我旁边怎么了？什么都没有。他又出现了！我就不信杀不死你！怎么可能？苍井，亲手杀死队友的感觉如何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苍井明明在……你好好看看。我死得好惨，是你杀了我！不是我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这就失败了。这只是开胃菜，龙国失去的会亲自夺回来。不可能！我无法接受，我们大脚盆帝国怎么可能输给连诡异文化都没有的垃圾龙国？龙国的设计师绝对作弊了！一个副本怎么可能设计的这么 bug？ 这绝对是无解的！苏毅先生，我是国家副本总局的，你是龙国的英雄。从今天起，你将享受最高级别保护，全权负责副本设计。不过什么？漂亮国那边已经想出了针对冥婚副本的办法，并且公之于众了，主动向我们发起了挑战。所以想请您改改副本规则什么的，别让龙国损失太严重。不用修改，冥婚副本。苏毅，你虽立了功，但不能骄傲自满。漂亮国智囊团公布了破解思路，他们摸清了冥婚副本的心理暗示逻辑，还准备了特制镇静剂，压制恐惧值。是啊，全球都在传破解方法，再用老副本就是给他们送国运。哼，你以为自己是天才？冥婚副本的秘密都曝光了，不改规则我们必输。苏毅先生，不是不信你，只是漂亮国这次准备太充分。听我说完，冥婚副本真没必要改规则，浪费时间。设计的好又怎么样？现在已经被破解了，你太儿戏了。这关乎龙国国运，不是你耍酷的地方。怕不是江郎才尽，想不出新东西了吧？哼，早知道一开始就不该指望你。我说不用改规则，是因为我早已准备好了全新的副本，所以没必要。龙国设计师，你作弊！你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又设计出一个副本？我看你一定是窃取了我们的诡异资料。那窃取你们的诡异资料，别搞笑了。中式恐怖的底蕴不是你能想象的。副本马上开始了，好好欣赏吧，让你们看看什么叫真正无解的副本。就这一片破林子，龙国设计师是没资源了吗？管他什么副本，一针下去，就什么都搞定了。快点通关，我还等着回去度假呢。别急嘛，各位，你们可能要先回答一个问题。老乡，你们看我像人还是像神 ？God， 皇，恭喜你们，
触发了副本最高难度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们龙国有个传说，炼有成的黄鼠狼会找人讨封，而你刚才说了 God， 那又如何？你知不知道你口中的 God 被系统翻译成了玉皇大帝，所以你们死定了。因为在黄大仙看来，你这么说无异于让他死。嘀嘀咕咕说什么呢？不就是一只黄鼠狼，我一只手就能捏死它。没错，我看他就是想让我们增加恐惧值。不过我们已经注射了镇定剂，你这种级别的语言挑拨对我们无效。信不信随你们，总之祝你们好运。又是这种把戏，看来你设计的副本不过如此，只是换了个环境，内核还是没变。这次让你知道我漂亮国的厉害。等等，不太对。怎么了，毛利？别吓自己。你们看，自从天黑以后，这里的颜色都被抽走了，只剩下黑白灰。不仅如此，你们看天上的月亮。看来这个副本不简单，还是不要掉以轻心，就地扎营，我们就在这儿挨到明天早上。好心提醒你们，在黑白龟域里，恐惧只会被无限放大，你们的镇静剂未必有用。闭嘴！大家别被它影响，让它不存在就好。你们快看，这片黑白世界不对劲。收拾东西，离开这儿！这肯定是你龙国小子设的陷阱。我记得天亮的时候，这地方不是黑白的，这只黄鼠狼的毛还是黄色的。我怎么感觉天上的月亮像一个白色的灯笼？走，这里待不了了，去那边看看。且在断肠时，委屈心情有。队长，你说这里会不会是安全区？你看，我们一到这儿，颜色就回来了。先别放松警惕，不过这些吃的可以先补点体力。这些点心看起来不错，正好饿了。不知道你们是自信还是自大？难道没人教过你们东西不能乱吃吗？你又在这耍什么花招？你觉得我会告诉你？我们可是对手。队长，你怎么了？好多的人，你们没看见吗？队长，你在说什么？这里除了我们，哪还有别人？看来只有局外人才能看到真相。你们猜这些观众是什么时候坐在你们身边的？怎么回事？难道一开始这里就已经坐满了人，只是我们看不到而已？别慌，带上东西离开这里。什么时候？该死！这些是什么？我操！好恶心啊！我他妈正在吃饭呢，结果就给我上演这一出，居然连食物都可以用幻觉变出来，这苏毅也太厉害了吧！厉害是厉害，恶心也是真的恶心。我感觉你们想多了，或许一开始这些食物就不是给活人准备的，而是给那些诡异吃的，是活人自己闯进了这片地方，且不经过别人同意擅自食用，他们最后变成这个下场，也全都是他们自己咎由自取。确实，漂亮国人一贯的作风，他们活该。换个角度想想，这些东西在活人眼里恶，但在诡异的眼中却很可能是美味呢。我操！别说了，越说我越想吐。所有人注射镇定剂。看来你们研发出了新东西啊！你这些设计在科技的力量面前就是一群垃圾。什么中式恐怖、龙国诡异，只要我不恐惧，你能拿我怎样？咬我吗？确实符合你们漂亮国一贯的作风。不过你们不会真以为我是个好人吧？诸位别急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装模作样，我们早就没有了恐惧。这里是副本，意味着我们的身体不受限制，等于开了无敌挂。你还能拿什么跟我们斗？你们忘了最开始的黄大仙了吗？那可是你们自己选。什么黄大仙？一切不过是幻觉罢了！来呀，杀我！让我看看你们这帮垃圾有什么本事！果然是幻觉，龙国的副本不过如此，也就只会吓唬人了吧？这些家伙好像有了实体。还好我们提前打了镇静剂，否则恐惧值早就爆表了。
全员准备战斗。老子早就受够了这些诡异吓唬了，现在通通给我死！报仇！报仇！通通报仇！原来龙国的诡异这么垃圾啊，真是不堪一击！正好来副本里练练枪法了，而且还是移动吧。去死吧，妈的 fucker！ 提醒你们一下，如果你们不想提前结束副本，就别对他出手。你说不出手就不出手，我偏要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！黄鼠狼正好一块解决。队长，你在干什么？怎么会？杰克已死亡。怎么会？杰克已死亡。怎么回事？队长，你刚刚开枪打死了杰克。fuck！ 难道又是幻觉？到底什么时候中的幻觉？消失了。开火！你作弊！这个怪物根本杀不死，你违反了规则，系统不会允许的。是吗？那系统为何没抹杀我呢？说到作弊，应该是你们才对吧？如果不是那种药剂，你们早就团灭了。放屁！我们根本没有产生多少恐惧值，这只诡异不应该这么强。它的强度已经超过了这个副本能容纳的极限。正常来说是这样的，可你们忘了黄大仙了吗？这种难度是你们亲自选出来的。队长，我们该怎么办？跑！分散跑！滚开！为什么跟着我？想把那些怪东西引过来干掉我吗？你没发现吗？就算你打了药，你的恐惧值还是在往上飙。什么时候恐惧值达到了60？我明明打了镇定剂的。看来不断上升的恐惧值让你的脑子坏掉了。我只是一个旁观者，副本里的一切不受我的控制。fuck！ 畜生！彪子养的，居然在这鬼东西里设置空气墙！要醒来了吗？什么意思？狗屎！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该死！到底该往哪儿逃？我不想死！fuck！ 棺材，我们一直都在棺材里。你了，看来知道真相后，恐惧值爆表了。漂亮国攻略失败，检测到违规使用镇静剂，惩罚3倍。夺漂亮国15个百分点国运，全体国民寿命上限减15，所有矿藏减少15%。龙国守卫成功，奖励国运加15个百分点，全体国民寿命加15，解锁指定敌对国特权。居然从一开始就全部都是幻觉。所有人进入副本以后，就全在棺材里面，而那个唱戏的女子就在旁边的树上，只要触发条件，她就会被唤醒。虽然是我龙国的副本，但知道真相后的我依然头皮发麻。这副本也太逆天了吧！这样的阵势谁能想得到？谁能通关啊？所以根本不是红衣女士有多么厉害，而是所有人都闭着眼睛，完全沉浸在她制造的幻觉，又无法反抗，所以也就根本无法伤到那些诡异，他们却能肆意撕裂我们的身体。所有人都在幻觉之中，无法触及真实。那个月亮之所以那样古怪，是因为透过棺材的小洞洒下的光。明白了，一切都明白了，哈哈哈哈！好，太好了，有苏一在，我龙国有救了。苏先生，你简直是天才！可惜了，我本来设计的是恐惧值越高，越容易醒来，没想到他们用了镇定剂，结果只能在幻觉里被我杀死，却还是被保罗看到了真相。看来只能重新设计一个新的副本了。还能设计？八嘎！苏毅，少在这儿得意！我大脚牌帝国还有底牌没用出来，别以为你就无敌了。哦，那正好，我们刚拿到一个可以指定国家对战的奖励，要不再试试？对不起，苏先生，刚刚是我说话太大声了，请您原谅。
苏先生，对于主动挑战，苏先生，对于主动挑战券，我想问问您的看法。他们最近上任的那个叫做坐地能吃草草的首相，还四处散布谬言，死不悔改，就选搅盆果吧。怎么了？苏先生，您先看看这个。神仙国居然控制了诡异，还能将诡异带进副本。没错，苏先生，您设计副本的能力无人能及，我们必须有人去试探他们的底线，看看能不能请你想办法解决这场诡异。交给我吧。龙国以为他们赢了，可笑，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掌握了何等力量。有古曼童大人相助，龙国的副本但只可破。记住我们的任务，进入副本后主动寻找诡异，用古曼童的力量将他们彻底撕碎。我们要在全球面前除了龙国这条龙。你就是苏毅，你的副本神话今天将由我们终结。话别说的太满，小心风大闪了舌头。7月半，归门开，归叉巡街莫停留。吊死鬼，舌头长，当心脖子掉房梁。赶紧走，赶紧走，否则今日命当休。才是口没了头，怨气难消，来寻仇。别抬头，别抬头，小心翼翼踮脚走。哗啦啦，哗啦啦，哭着要回家，救救他，救救他，不然陪葬你杀下。咕噜噜，咕噜噜，肚中饥饿扛不住，别停下，别停下，吃饱喝足好上路。你说他，我说他，奸夫淫妇罪当杀！快点吧，快点吧，不要好言给了他。鬼书生坏心肠，颠倒黑白害人命。莫听他，莫听他，坚持正道待天明。不要被干扰，情绪波动只会给这个副本的诡异提供更多的粮食。记住歌谣内容，那是对诡异的提示，也是我们的攻略指南。有了提示，再加上古曼童，区区副本不在话下。队长，刚才那首歌谣，难道是说这小镇里有7种诡异？就算有7个，我们也不怕，系统是公平的。塞了7个诡异进来，就能说明这7个诡异都不强。要是能把这7个诡异都杀了，喂给古曼童，说不定他能变得更强。有道理。不过我觉得童谣里说到的鬼差，应该是那种强制杀人的诡异。虽然我们有古曼童，也不要轻易招惹。好，先探索小镇，看看那个苏毅到底有没有那么厉害。队长，我们查过了，周围的房子都进不去，只有这间。进去。应该就是副本里最强大的鬼差了，遇上会直接死亡。看来他们会在镇上巡逻，我们只要听到他们脚步的时候，找个房间躲起来就行了。看来挺简单的。房梁上有个人！那个死人就吓成这样，害得大家恐惧值飙升。你知不知道所有的诡异都是以恐惧值为食的？可是队长，他很可能就是童谣里说的吊死鬼。吊死鬼，舌头长，当心脖子掉房梁。赶紧走，赶紧走，否则今日命当休。快走！什么吊死鬼，也不过如此。喂，难道你们没发现我们少了一个人吗？虽然他们影响不到我，但是真难听啊！
该死，晚了一步！这个吊死鬼，为什么杀人这么快？怎么？你们不会以为我会告诉你们吧？这个吊死鬼，应该只存在于这个房间之内。只要不进去，他就威胁不到我们。我觉得没必要动用古曼童的力量对付他，那力量有代价，该留在真正需要的时候。没错，趁着鬼差还没来，我们去其他地方。菜市口没了头，怨气难消来寻仇。别抬头，别抬头，小心翼翼垫脚走。我们大家分头去找，看看能不能找到那个无头龟。找到以后，就用古曼童杀了他，给古曼童补补。大家别怕，按照童谣上唱的，只要我们踮起脚低下头，就肯定是安全的。干什么？为什么不动？该死！什么时候的事情？这把鬼头刀才是诡异！别低着头了，我们被苏毅骗了。太好了，这只诡异被我们杀了。好东西，居然骗我们！我什么时候骗你们了？那童谣的内容是假的，照他做只会死得更快。畜生！原来我们被吊死的队员，也是因为我们按照童谣跑了，才会那么快就杀死他的。喂，你们也太冤枉我了吧！从头到尾我可都没说过这种话，是你们自己猜的吧？别得意，我们的古曼童吸收了诡异的力量，已经变得更强了。等副本结束以后，我们的诡异会成长到无比恐怖的地步，我们会成为无敌的存在。是吗？那就祝你们好运。鬼差又来了，我们被堵在中间了。看看有没有其他安全屋。要不要来吃点啊？祖义，别以为这种小儿科的把戏就能让我们上当！咕噜噜咕噜噜，肚中饥饿扛不住，别停下，别停下，吃饱喝足好上路。你们忘了童谣里的这句话了吗？这些食物吃了说不定会死。可童谣不是假的吗？万一……各位客官，是吃饭还是住店呢？吃饭要如何？住店又要如何？住店呀，得带400斤肉来。吃饭嘛，100斤就够。你果然不是人，看我收了你！各位客官要保持安静，不要吵到了其他客人。总对他无效。我们不吃饭，也不住店。切，不住店不吃饭就直说嘛，找个死孩子在那儿哭算什么本事？浪费时间。卢毅，你是不是用了什么卦？这只诡异怎么可能不怕古曼童？你们这些外国人，自己不行就怪别人开挂，要开也是你们开好吧？镇子里太危险了，我们去镇子外，只要活到天亮，我们就赢了。队长，那有一条船，我们可以坐船漂到湖中央去。这里不在镇子里，没有那些诡异，鬼差也不会到这儿来。对呀，我们可以在船上熬到天亮。上船，快！
你们是不是被吓傻了？忘了童谣里说的“哗啦啦哗啦啦”，小孩哭着要回家，救救他，救救他，不然陪葬您杀下这句话了吗？快救他！苏毅，你的鬼话我们一个字都不会相信。那快走！鬼差来了，难道要全军覆没了吗？诸位，别怕，我不是鬼差。小心点儿，这个副本里除了我们没有活人，他肯定就是童谣里唱的鬼书生。你想干什么？别过来！自然是救你们。鬼差的脚步声已经到了，你们以为划船上岸就能躲开？这黑水镇处处是死路，唯有一处可避。我们凭什么信你？你可是童谣里的龟书生，颠倒黑白害人命。信我，尚有一线生机；不信，不出3息，鬼差变质。你们连古曼童都护不住。在路，要是敢耍花样，我让古曼童撕碎你！随我来。这里便是安全屋，里面的住户不会伤人，只要你们不去招惹他们。里面是什么东西？一对殉情的恋人罢了，其实他们算是好鬼。你们进去，他们不会伤人，前提是别让那死去的孩子哭。哼，明白了，我们进去。你好自为之。骂他们！队长，这是为什么？哼，那个鬼书生和苏毅一样，不是什么好人。喂，我可一句话都没说，小心我告你诽谤。你真当我是傻子吗？你设计的这个副本童谣有真有假，就是想混淆我们。童谣里说了龟书生坏心肠，颠倒黑白害人命。莫听他，莫听他，坚持正道待天明。这鬼书生喜欢颠倒黑白，他说让我不要惹他们，我偏就要惹他们。你就不怕鬼书生说的是真的吗？如果他说的是真的，那这个副本里就有3个善良诡异。我不信你苏毅会这么好心，安排这么多善良的诡异，所以他说的一定是假的。精彩，真是精彩！闪开！别影响我们攻略副本，小心我们连你一起骂！这简直有辱斯文的，太难听了！要是教坏了小孩子怎么办？你们听懂他们骂什么了？不是都被屏蔽了吗？废话，要是不难听，怎么可能被屏蔽？肯定是难听到连系统都看不下去了。往死里骂！童谣说的没错，骂死这2个杂碎！你们这对狗男女不知廉耻，死有余辜，活该被人唾骂，永世不得超生！不对，快停下！龟书生说的是对的，这2个龟是好龟，是我们搞错了。我想起来了，那个鬼书生的声音和我们刚进入副本时听到的童谣的声音是一样的。什么？原来从一开始我们就在鬼书生的算计中了吗？那个童谣不是你设计的？我从来没说过那童谣是我设计的。那个童谣是鬼书生设计的。你们看那2只诡异行动缓慢，有古曼童挡在我们前面，我们一定没事的。跑！快跑！
差，别杀我！求求你别杀我！不杀我，鬼差是好的，又被你骗了。我从没说过鬼差是坏的哦。陷阱，谎言，从始至终，我们都在你的计谋中。和这个世界说晚安吧。全员已死亡，副本通关失败。检测到人妖国私自携带诡异进入副本，属于严重违规，将会有时被惩罚降临。人要过运减半，全体国民寿命减半，剥夺1半国土，限3日内这半土地上的所有活人离开，否则强行抹杀。这就是鬼差的实力吗？也太恐怖了吧！只是我手里的棍子一扫，就打死了人妖国最恐怖的诡异之一——古曼童。我操！这波反转太惊人了！这尼玛谁能想到啊！恐怖歌谣是龟书生唱的，而龟书生最会骗人，他骗了所有人，让人们以为龟差是会无差别杀人的，其实龟差反而会保护人，因为龟差只会对付鬼。我现在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原来整个副本就是一个巨大的圈套，从一开始就已经开始入套了。副本开始的恐怖歌谣是副本的关键，如果不听的话会死得很惨，但是如果听了也会死得很惨。还好苏毅是我们龙国人，不然我们龙国早就完蛋了。苏先生，您看看这个。任药果的失败并不能说明龙果的强大，相反，暴露出了龙果的无能。我大脚盆帝国将主动挑选龙果作为对手，这次就要让龙果知道，他们不过是一群猪罢了。这个草帽是不是有点太跳了？谁给他的勇气说这种话的？但任瑶把掌控诡异的方法告诉了脚盆，他们用这种手段控制了一个比他以前的古曼童凶狠许多倍的人，所以才敢这么嚣张。那就来吧。小盆国风月了这么多年，一直不承认当年对我龙国的迫害，现在居然变本加厉。直到天亮。又是老一套。苏毅，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残忍。有妖刀在手，所有的诡异都将化作飞灰。你们是什么人啊？我怎么从来没在村子里见过你们？你们长得好奇怪哦。切，只是个普通的 NPC 而已，我还以为你是什么诡异的存在呢。一言不合就杀人，你们真是好大的本事！不过是个普通人而已，杀就杀了。在我手里还少吗？你们会后悔的。后悔？哈哈！大脚盆帝国从来不会后悔。管你是什么，全都给我消灭掉！我就不信，我们还能给诡异提供恐惧值。别和他废话了，我们快进去吧。小废物，就好好跟着我们，看看我们是怎么把诡异消灭光的吧。你们这样肆无忌惮的伤害无辜的人，不符合基本准则吧？什么基本准则 ？NPC 罢了。怎么让你想起很久以前了？恐惧了？畜生！听与其在这废话，不如好好想想失败后该如何自处吧。必将是我。我劝你们还是趁早收手。什么？砍了点 NPC 就心疼了？我们今天就屠光整个村子！队长，好像不太对。已经晚上了，从我们进村到现在，居然一个诡异都没遇到，杀的全是普通人。别说诡异了，连一件像样的异常事件都没有发生。
这才是最诡异的地方。会不会从一开始我们就陷进了幻觉？毕竟这是苏一常用的手段。怕什么？既然没用，那就算了，把村民杀光，我就不信诡异不出来。没错，这些村民很可能造成意外。为了防止他们给我们带来不必要的麻烦，必须全部铲除。太残忍了！他们怎么会这样？这些村民明明什么都没做。副本通关条件只是让他们活到天亮而已，村民又不是诡异。这就是我的劣根性！你们忘了他们以前也是这样的吗？为什么我觉得这些人的表情比诡异还要恐怖？上帝啊，这些人简直就是魔鬼！还是没有诡异吗？苏毅，你到底在搞什么？我说苏毅，你不会是想投奔我大脚盆帝国，所以专门设计了一个安全的副本来讨好我们吧？看那边，你们看那个湖水，是不是和我们刚进副本的时候比上涨了一些？难道说这不是湖水，而是海水？所以晚上会涨潮？小心点，过去看看，恭就你警戒。明白。不是海水，只是普通的湖水罢了。这湖水不对劲儿，我们一直涨下去，我们可能会被淹死在这里。毕竟这只是副本，四周都是空气墙，空间有限。苏毅，你不会真是这么打算的吧？我只能说，这样的设计太愚蠢了。我们个个都是游泳高手，区区湖水就想淹死我们，你就等着我们通关吧。是吗？我很期待。你们有没有觉得太安静了？确实太安静了。不过，也有可能是苏毅根本没设计这些。不对不对，我们刚进副本的时候是有鸟叫虫鸣的，其他村民呢？不知道，从刚刚开始就没见过了。我知道他们在哪儿，有几个小孩藏进了那个草堆里，自以为藏得很好，可还是被我发现了。这泼湖水弄得人心烦意乱，正好杀几个人发泄发泄。我劝你们最好不要。你说不要就不要，但我偏要。不仅要，我还要用这把妖刀。你还不知道吧？妖刀出鞘，必须有人消失，消失的越多，他就越强，否则就会反噬持刀人。所以别怪我们。不对，叫他出来！中岛已死亡。怎么可能？这才多久？中岛怎么可能就死了？不好！集中在下面，我去拉他上来。别动，这水太诡异了。遗珠已死亡。他们可都是游泳高手，怎么连个水花都没捡起来就死了？是水有问题，快跑！出现了！终于出现诡异了，我还以为这个副本里没有诡异呢。这湖水真恐怖，简直就像是通往另外一个世界的大门一样。一旦被淹没，就再也别想活着走出来了。就这么死了？那可是绞盆国最精锐的战士啊！
副本刚刚开始没多久呢，居然就这么草率的死掉了2个人，太可怕了！我就知道苏毅不会设置这么简单的副本。苏毅万岁！龙国万岁！还好这里还没有被水淹没，我们安全了。我们必须冷静下来，刚刚恐惧值增长的太多了，这样下去，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。所有人，吃药！又嗑药。苏毅，这是你专门给我们设下的陷阱，对不对？你早就知道我们会用妖刀，所以才选在这湖边。妖刀再厉害，也斩不断水。什么陷阱不陷阱的？你该不会忘了，我们是敌人吧？我不设陷阱，难道还要好吃好喝的招待你们？我感觉不对劲，湖水的上涨是没有规律的。我仔细回想了一下，发现只要我们杀了村民，湖水就会上涨。刚刚我们上岸时杀了那几个孩子，湖水瞬间上涨了10米高。这个村庄已经被淹没大半了，湖水变成了海。不能再胡闹了，还这么任性！湖水真要淹到村子，我们一个都活不成。看见我的头了。这是我们之前砍了脑袋的村民，他变成诡异了。要是这里的村民离开了之后都会变成诡异，我们之前杀了那么多村民，岂不是？既然是诡异，那就杀了。为什么看我好疼啊！什么？居然不会死！你们看，湖水也涨了。即可修。这湖水只要攻击就会上涨，只不过伤人会让它上涨的更多。不仅如此，我们完全被克制了。妖刀出鞘必杀人，否则就会示主。可这里的诡异杀不死，我现在必须用我的命让妖刀安静下来，否则都得死。队长，你来当我的接错人吧，我自己捅腹，你负责砍下我的头，不然再晚一点，要是让这把妖刀控制住我，大家都得完蛋。荣光！我没事。哥，天哪，他还活着！老大！好疼啊！不得不说，还是你们脚盆国玩的变态啊！你不是很喜欢砍头吗？现在滋味怎么样？苏毅，你耍我们！杀不死不是村民独有的规则，是进入副本后所有人都有的规则。恭喜你，答对了，可惜没奖励。你不是借错人吗？哎，难道要看着他一直这么疼下去？我会让你知道什么是残忍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还是没事？好痛！为什么？为什么死不了？好痛！我有办法了！我们的妖刀被克制的死死的，在这个副本里根本就用不了啊！这才仅仅进入副本不到1个小时，你们就死了3个人了。
现在更是封印了你们赖以生存的妖刀。几个普通人闯一个危险程度如此高的副本，我真的不知道你们该怎么赢。哼，你得意的太早了。只要他们不再继续伤人，副本里的湖水就不会再涨。除了那片湖水，这里什么都没有。活到天亮岂不是很简单？凭我对苏毅的理解，这个副本绝不会这么简单。我们拭目以待。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副本的规则。第一条，绝对不能伤害任何人，哪怕是已经没有头部的无头之人。2，绝对不能下水，尤其是不能让湖水淹过脑袋，否则哪怕水性再好的人也会陷进去，没办法顺利脱身。所以，只要我们不伤害村民，应该就不会有事了吧？你们是不是忘了，人是有自主性的？你们快看后面！老婆留给我的东西，逃跑的时候都忘带了，我得回去拿。唉，这水怎么都淹到这儿来了？算了，游回去吧，反正没多远。不要！让我大发善心的告诉你们这个副本的第3条规则吧。你们不仅不能伤害村民，相反还得保护他们。村民消失就会导致湖水上涨，而湖水上涨又会让更多村民消失，这是个恶性循环。可恶！队长，现在怎么办？找到所有的村民，把他们聚集到高点保护起来。我们找遍了村子，活着的都在这儿了。怎么回事？湖水为什么又涨上来了？喂，你们几个是不是忘了，还有那些被你们砍掉头的村民，他们现在还活着。没有头，不是更容易掉进水里吗？该死！你们继续带着村民往山上走。我现在是妖刀的掌控者，我一个去找那些无头的村民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发生什么了？这里的场景怎么那么像地狱？看来你很了解中国文化嘛。欢迎来到18层地狱！怪不得这里面的人都死不掉，在地狱里要遭受永久的折磨。都已经下地狱了，还怎么死？该死的！不是说在这里死不掉吗？拜托，他可是恐惧直爆表被系统抹杀的，系统高于一切，你脑子不会被妖刀给吃了吧？苏毅，你作弊！这个副本根本就是完蛋，那个血海根本无解，我不服！你错了，其实这个副本通关很简单，只需要别伤人而已。如果你们不伤人，血海就不会被激活，这一切都不会发生，你们所有人都能安然活到天亮。可惜，是你们的劣根性毁了你们。什么？苏毅居然敢这么设计？要是他们真的不再做出那种事，那岂不是完蛋了？想什么呢？我宁愿相信太阳围着地球转，都不相信他们会收敛。干得漂亮！本就该去，还想过好日子，他们配吗？我是开锁的师傅，我说他们不配。可惜了朝向公究那个畜生，让他死得太痛快，就该一直折磨他。快看，新情况！这什么东西？难道是被湖水吞噬了的人？不能再这么下去了！不管如何，我要试一试。你们退后。该死！为什么攻击不到？再这样下去，妖刀就要反噬了。那个脚印的花纹，为什么和我们的鞋子一模一样？果然，进入湖里死掉的人就会变成这种东西。你们说湖里会不会有什么东西？就算真的有，我们也下不去。不能这样下去了，妖刀马上就要反噬了，我必须带着妖刀去湖里。队长，队长，决定，
要是我能解决，一切都好；否则，妖刀粉尸也会杀光你们。系统没有提醒队长死亡，队长还活着，看来一切的关键真的在狐狸。太好了，看来妖刀还是有用的，苏毅，你得意不了太久了。是吗？那只能祝你们好运了。等着吧，我相信队长马上就能出来。队长，是队长，他出来了。山本已死亡。死了，队长死了。那是什么？那当然是你们的队长啊。不过是被妖刀控制的队长。你们这次的队员全是十恶不赦的人，喜欢砍头，最后都被砍了头，算是罪有应得。全员已死亡，副本通关失败。这不可能！怎么会这样？我大脚盆帝国怎么能就这么失败？苏毅，我们失败了，妖刀呢？把妖刀还给我们！妖刀？系统收走了吧？我可不知道你们的妖刀在哪儿。检测到作弊情况，使用诡异药物，特此加大处罚力度。全体人员寿命上限削减至20岁，剥夺全部国土，限3日内离开。完了，我大脚。我没记错的话，你好像超过20岁了吧？送你最后一句话吧：犯我龙国者，虽远必诛。苍天有眼啊！我要去扫墓，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先辈。宿神牛逼！从今天起，我床头不挂明星了，就挂宿神海报。列宗在上，子孙后代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欺负了我们这么多年的没了。苏毅这孩子是咱龙国的真龙。兄弟们，全网的家人们，看见了吗？什么叫天威？什么叫报应？以后地图上再没那块人的地方了。这全靠谁？苏神，一人抵一国，不是碾碎一国。兄弟们，在公屏上，让他们看看咱们的气势。将军，请看，这就是我们的基因武器——血族战士。真的成功了！他们有什么能力？第一，我们剔除了大脑性人体中负责恐惧的基因片段，所以他们不会恐惧。这和用药物压制那种愚蠢办法不一样，我们的手段不会被系统判定违规。第二，我们改造了视觉基因，他们是彻底的色盲，除了黑白两色，其他颜色都看不到。这样，副本里的颜色刺激和潜在暗示也就不复存在了。太好了！有了这血族战士，我们就是龙国的克星，我辅国将成为第一强大的国家。没错，那个苏毅设计的副本都是依靠恐惧值让诡异强大到无解的程度。现在他算是彻底废了。能量铲，暂时不能。不过我们已经制造出了10个，对付龙国绰绰有余。可以说，我们是用10个诡异去通关龙国的副本。完美！下一场国战就该挑战龙国，龙国那古老的鬼把戏该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。这一次绝不会让他们再翻身，该轮到我们辅国来屠龙了。你是说，辅国要主动挑战我们？这不像他们的风格。没错，情况不容乐观。他们的基因实验成功了，造出了10名色盲血族战士，没有情绪，不会感到恐惧，也不会被颜色所暗示。而且他们每个人的身体素质都要超出普通人许多，这下可怎么办？没事，我有办法。真的？交给我吧，我会让他们知道龙国诡异文化的强大。来了！辅国这么头铁，居然主动挑战我们，我倒要看看他们有什么本事。怎么回事？怎么是黑屏？谁在哭？为什么？
我听到这哭声，自己也想哭呢。我进错频道了，这还是恐怖副本直播吗？这天气确定不是出门遛弯露营的天气。这就是血族战士，长得也太丑了吧！愚蠢的人类，这才是人类应该进化出的高等形态。想要拥有永恒的生命，就该付出代价。厉害厉害，希望迟点你还会这么说。这里就是你设计的副本，看起来很一般嘛，没传说中那么厉害。等等，我们头上是什么东西？帽子。哟，换风格了。苏毅，你设计的副本不是一贯以活到天亮为主线任务的吗？而且我很怀疑之前那些真是你设计的。难道不知道出兵这种事放到晚上才更叫人恐惧吗？那你试试看喽。不就是出兵吗？很简单，只要我们跟着那帮人走到地方，把棺材埋下去，任务不就完成了吗？没错，很简单的任务。我们跟上队伍吧，这次要让全世界看看我们的厉害。人呢？什么时候消失了5个人？看来这些血族战士并非完全没有情绪，只是恐惧值涨到30就上不去了。完全没注意到是什么时候消失的。管了，我们都是血族战士，系统也没提醒死亡，说明他们没事。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他们自己会解决的。我们先完成任务。苏毅，你对我们做了什么？拜托，血族改造把你脑子改傻了。副本已经在运行中了，我只是个观察者，我什么都做不了。我的天，居然同时出兵和结婚！这个副本是疯了吗？还好这2支队伍没有同时出现在一条路上，不然那得多尴尬呀！在现实中这2者相遇，可能不会有什么，可是别忘了，这可是在诡异副本中，副本里有诡异的存在。一旦出兵的队伍和结婚的队伍相遇的话，那肯定会发生极度恐怖、极度危险的事件。我的天，苏神不愧是苏神，太会了！我猜苏神设计的这个副本规则，肯定是2方队伍一遇到，就立马死翘翘。葬礼和婚礼同时出现，苏毅真是个天才。哼，不过是白费功夫罢了。我们的血族战士恐惧值可都是压得很低。到现在为止，没有1个人的恐惧值超过30%，有些人甚至连5%都不到。只要恐惧值不上涨的话，我们就会立于不败之地。看来你很自信，那就准备好看一场大戏吧。这一路什么都没发生啊，太简单了吧？苏毅不会是知道我们的厉害，所以主动认输了吧？是啊，跟着走就行。这通关条件摆明就是在摆烂。队长，那个跌倒的人为什么不爬起来？难道被踩死了？我们怎么办？过去看看。开什么玩笑？怎么会是纸人？难道这个送葬队伍全都是纸做的？可是纸人怎么可能会走路呢？而且要是都是纸人，那纸人是怎么抬得动那口棺材的？你带着队员先跟上队伍，我试试看这个纸人有什么不同。那你小心。苏毅啊，苏毅，你也不过如此吗？难道你不知道贴脸杀这种把戏对我们没用吗？幻觉。
刚刚发生的一切都是幻觉吗？不好！任务条件是天黑前完成出兵，要是没完成呢？是不是会被抹杀？都给我醒醒！这幻觉也太真实了，要不是那个纸人突然摔倒，我们岂不是一直在原地踏不到天黑？我承认我小瞧苏毅了，不过也到此为止了。被改造成血族后，连被幻境影响的时间都缩短了。队长，现在我们怎么办？自己抬着棺材走？必须抬！虽然说抬着棺材容易有意外，但天黑前完不成任务，我们都会被抹杀。再说我们都是血族，等闲的意外奈何不了我们。队长，这棺材好像不对劲。这棺材太轻了，里面不像有人啊，倒是像个空棺材。空的？难道我们还必须有一个人躺进去才行？苏毅这是故意恶心我们的。够了，别说了，都冷静一点，别轻举妄动，想想办法。空的，这不会是让我们自己抬着饺子去迎亲吧？可是，副队长，这既然是迎亲，得需要新娘吧？新娘在哪儿？我们都不知，往哪儿走呢？目前来看，这个副本就这么一条路，所以顺着这条路走吧，边走边看。对讲机有动静了，终于能联络上队长他们了。米歇尔，你们那边什么情况？队长，我们进了一个迎亲队伍，可这里全是纸人。你们最好让一个人坐到饺子上去。迎亲迎亲，总得有个新娘吧？空着不太好。我明白了。队长，难道你已经决定了？不然你不会提醒他们，让一个人坐进饺子。出殡需要一个棺材，棺材里肯定得有人，不然不能叫出殡。要是任务完不成，我们都得死，所以必须有一个人牺牲。你们难道都没发现吗？这副本里根本就没有诡异，更没有什么危险存在。可是越是这样，越是说明真正的危险都隐藏在规则里，所以我们不能逃避这个问题。可是让谁牺牲呢？这不是一个公平的问题。如果只牺牲一个人就能让所有人活下来，这也太匪夷所思了吧？苏毅这个魔鬼会做出这么简单的副本吗？如果没有人牺牲的话，那么所有人都会死。既然无论如何都会死的话，什么时候死不一样。我们可是有着永恒生命的高贵血族，理论上来说是永远不死的存在。谁去都行，反正我不去。好一个苏毅！这个副本里虽然没有诡异的存在，但明明只是几个看似简单的问题，对我们来说却成了无解的难题。他们什么都不怕，唯独怕死。刚开始没多久，就要内讧了。公平起见，抽签决定，抽中的人必须牺牲自己，否则再拖下去，时间就不够了。我不接受！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去送死的！我不会去！如果你不想牺牲的话，我们可以帮你牺牲，杀掉你，然后把你的尸体放进棺材里，照样可以完成出殡。不过如果你乖乖照做，我们不会杀了你。想想只是躺进棺材里而已，说不定什么都不会发生呢。我不想死，我不想死。精彩，真精彩！把自己人打晕，钉死在棺材，是生怕他死不了吗？苏毅，你少得意！我们通关了副本，有你好看！请。如此残忍，已经不能称作是人了。这些家伙根本就是怪物，什么狗屁高贵的血族，不过是一群苟且偷生的牲畜罢了。敢来我龙国，我直接一刀砍死！他们的内心也太阴暗了，自己人都这么坑，棺材里的人岂不是要误会？各位，
好戏开始了。你们说，这些自称不会恐惧的血族会不会被吓到死了？我感觉苏生好变态，我好喜欢。看来他醒了，不要理会，继续走。看来你们所谓的不会感到恐惧，也只是阈值提高了而已。队长，不对，你快看，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他的恐惧值增长的这么快，这么多？我想他肯定是因为知道自己要死了，所以才一直处在恐惧中。虽然我们不怕诡异，可等死比死亡要可怕很多。好一个阳谋，苏一，我记住你了。这个时候还是多关心关心你队友吧，他马上就要被吓死了。他在棺材里，我们该怎么阻止？我有一个办法，把他从棺材里揪出来杀掉，问题自然就解决了。对呀，死人不会有恐惧值，而且既然是出殡，死了也不会影响任务。棺材，不可能！我们明明没有盯得很死，用劲儿！队长，恐惧值好像卡住了。苏一，没想到吧？这就是血族的强大，血族是不会被吓死的。是啊，你们不会被吓死，上哪儿去找这么好的养料啊？一直卡在99%，岂不是一直在最大规格的给诡异提供力量吗？我还要谢谢你们呢。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出殡，把这个棺材埋了，完成任务。否则副本里的诡异会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成长，拖下去我们死定了。我提醒一下米歇尔他们，让他们到最后再选一个人做进饺子。还好我们还没有决定让谁做进那顶饺子，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继续往前，等到所谓的终点再做决定。怎么会有人？什么时候的事情？这帮傻子，愣着干什么？明显不对劲，还不快跑！跑？他们为什么要跑？难道你不知道，只有感觉到恐惧的人才会逃跑吗？没有情绪或许算一个优点，但也是致命的缺点。难道也在苏毅的算计之中？苏毅说过，他会利用你们的这些优点，一步步将他们引上绝路。看吧，这才刚开始。想用这招来吓唬我们，让我们恐惧值增加，太幼稚了。我们可不怕。是啊，本来还得我们里头有人坐进去，现在好了，新娘自己出来了，把饺子抬到地方就能交差，轻松多了。傻子！停下！不对，副队长有问题。你们仔细看看那个新娘。别说，这新娘红色嘴唇还挺好看。红色！你们发现了，我们明明是色盲，为什么能看到新娘嘴唇的颜色是红色？该死！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虽然是对手，但是我不介意给你们解答一下，好让你们死得明白点。快说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出殡队伍的棺材里不能着急放人进去，即使放，也得放一个死人，不然里面的人就会成为一个巨大的恐惧值工厂，不断产生大量恐惧值，让副本难度节节攀升。而你们正好相反，必须尽快让一个人坐上去，否则就会像现在这样，里面自己出现一个人。很可惜，在这道选择题上，你们都做错了。不对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才好？我感觉太危险了，随时都可能死。要不我们逃吧？冷静！难道你没发现我们的情绪波动过于剧烈了吗？恐惧值在飙升。红，更红了。该死！我们动手吧！杀了那个新娘，我有圣水能驱邪。狗屎！闭嘴！你想死就自己去，别连累我们。这是中国的诡异，怎么可能怕圣水？
那我们该怎么办？我有预感，等他完全变红，我们会死。台长，加快速度，在他彻底变红之前赶到地方，完成任务。队长，我们已经跑了很久了，一点墓园的影子都没看到，不会跑反了吧？是啊，队长，你说是不是苏一故意误导我们？如果一开始我们的方向就是错的，那岂不是完蛋了？不可能，这种事情系统是不允许的。如果这个副本真是这么设计的话，那它就是无解级的了。系统不可能允许一个副本变成真正的无解级，它必须给进入副本的人留一条活路，不然的话，如果所有人都把副本调成无解级，那也就不用打国战了，直接投降算了，大家一起陪葬，根本没有任何攻略的必要。可是，我们真的跑了很久了。停下，休息休息吧。队长，你说我们是不是搞错了？这个副本会不会和时间有关？时间到了，墓园自己就出现了；时间没到，跑多远都见不到。这不可能！我的天，真有这种可能啊！这是一条维新的路啊！哪怕跑得再快，哪怕是跑出了高铁的速度，但是也还是和普通人的速度一样，因为在这条路上只算走路的时间，不算走路距离。那腐国岂不是完蛋了？他们棺材里还躺着一个人，正不停地给副本提供大量恐惧值呢，还是他们亲手装进去的，笑死我了！这个副本设计的有问题啊，这样不就成了无解级的副本了吗？你放屁！让你多读书你不听，傻了吧？一开始把人放进棺材里这种操作，如果换作是一群体力没那么好的普通人，肯定会想着先不把人放进棺材里去，先把棺材抬到地方再说啊！我操，有道理啊！正因为那些腐国队员体力异于常人，所以他们才下意识地忽略了这个正常人会想到的问题。这明显就是苏神专门给这些人设计的圈套，也只有这10个所谓的血族有可能会踩中陷阱，换做其他人是绝对不可能中招的。大卫这个蠢货，真不配当队长！这么久了还没搞定！副队长，你快看，前面景色变了！加把劲！我们要到了，我们能活下来了！怎么会是坟地？队长，前面有东西，我们到了！快，再快点！怎么也不像坟地吧？看着倒像是结婚。米歇尔，你们到地方了吗？队长，我们到了，可是这里是一片坟地。怎么可能？我们走错了。该死的！无法理解，难道说我们就这样以荒唐的形式战败了，败给了龙国？无法接受，我不能接受这样的结局。系统，我要和苏毅对话。苏毅，你这是作弊！如果我作弊，系统会惩罚我的。况且我也不会做这么无聊的事情。你们的人改造把脑子都改傻了，看来还是得我来引导引导。毕竟我设计的真正精彩的环节，你们还没见到呢。就让他们这么死掉的话，未免也有些无趣。苏毅，你故意误导我们走了反方向。别把我想的和你们一样无脑。谁说你们走错了？就这么打算放弃？不想再尝试探索一下？探索古宅。原来如此，苏神不是不给人留活路，而是真的留了活路。因为古宅的后面就是坟地，而坟地的尽头就是古宅，只需要再走几步就能到。可是苏神为啥要多此一举的将这2个终点交叉设计？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吗？苏神为什么要提醒他们？这样一来，腐国岂不是就要赢了？那我们龙国岂不是要受到惩罚？这居然就要赢了！如果这么简单就能通关龙国的副本，那前面几个国家的下场又算得了什么？可恶！为什么不是我们的队伍上场？如果这次让我们来，肯定也能赢啊！喂，就是他在这里闹事，在这里乱嚷嚷挑衅大家，兄弟们拦住他！快，别让他跑！不对，我们不能和他们相遇，只要一遇到，我们全都会死！停下！该死的，快停下呀！队长，
我们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了。快停下咦，这些家伙怎么停下来了，不走了？我还想看两方撞上会发生什么事呢。你们快看！我操！我操！吓死我了！这哭声不就是副本刚开始的哭声，一模一样啊！这也太恐怖了吧！他们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怎么全都在哭，或者全都在笑啊？而且，我怎么感觉他们的笑容这么瘆得慌？棺材上面叠花胶，这简直比冥婚还要惊悚。这结束了，团灭，秒杀，苏神恐怖如斯啊！脚盆亡国了，辅国也不跳腾了，接下来应该能好好休息休息了吧？我觉得我每次见到你，准没好事呢。我也不想的，这不是为了龙国吗？说吧，又有谁不长眼了？脚盆，脚盆，他们不是早就亡国了吗？亡的是国，不是人。那些孩子里有些一直在做梦，想把脚盆国重建起来，而且他们当中出了个天才学生。我那个柯南，什么柯南？他叫东条三郎，智商140，之前一直在这个秘密基地里培养他。他的父亲是个极端的军国主义者。上次国战战败后被清算，他眼睁睁看着父亲被抹杀。从那天起，这小子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替父报仇。而且他对外宣布，说他在没有提前看过直播的情况下，仅凭自己的推理，就已经在脑海中通关了你设计的所有副本。如果他能在国战中连赢几次，脚盆国真的有可能。是个天才，还只是个学生。不过谁让你……那就别管叔叔我辣手摧花了。你能对付他？交给我吧。这次他们要是再输，可就连剩下的那点人都没了，不会再有翻盘的机会。果然是个小学生，其他人也顶多20出头。脚盆国能剩下的，就这几枚棋子了吧？你就是苏一，记住，打败你的就是我，东条三郎。真是个中二少年。队长，我们身上的衣服怎么变了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当然是送外卖啊！活着吗？外卖准时为您送达。有毒吧？让我们送外卖！不要在意，这肯定是他故意设计的。若是因此多想，甚至心生恐惧，反而正中他的下怀。这小孩开什么玩笑？诡异送外卖，这不是找死吗？临时挑选出来的队员素质参差不齐，不过没关系，有我一个就够了。别怕，从这3句提示里已经能推测出一些东西了。我们10个人要送10份外卖，但其中会有1个人遇到一只诡异，这也就意味着其他9个人是安全的。只要能提前找出哪一份外卖是贵点，就能避开危险，其他人也能顺利送达。对啊，不愧是东条君，就是厉害。东条君，你能看出这10份外卖中哪一份是贵点的吗？先等我仔细看看。真要这么容易就好了？那你居然还有倒计时，而且只剩1个小时！开什么玩笑，根本就看不出来，全都是再普通不过的外卖。小柯南，加油哦！我们先前往送外卖的大楼，时间紧迫，路上再说。实在不行，只能牺牲掉他们了。反正在我眼里，他们都是耗材罢了。东条君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们的外卖都在44号楼，而且全是不同的双数层。在这里，数字4能死死同音。所以根据这一点来推理的话，4楼、14楼都有可能是有诡异存在的楼层。除此之外，18楼是系统提示过的危险楼层，暂时也不去。我们先去送完其他楼层的外卖，
最后再专门送这3层。可是东条君，贵不应该就在18层吗？如果18层的外卖根本不是贵点，那系统为什么要提示我们18层是最危险的楼层？哼，这一定是苏毅的阴谋，故意误导我们，从而让我们犯下错误，让错误的人把外卖送到龟的手上。这点小手段就想愚弄我，简直太天真了。我不是天真，是吴邪。东条君，那边好像有个小孩在玩球，不用管，继续走。任务是送到手，其余的地方一个都别去。你们慢慢玩吧，我可不陪你，我怕我心脏受不了。别慌，他是故意吓我们的，我们走。先去2层。怎么了？不对，这电梯没有18层。搞什么？难道要爬楼梯？别怕，我们坐电梯从下往上送。你去送外卖，我们会在这里等你，等接到你，我们一起往上走。4楼、14楼、18楼的外卖，我们最后一起去送。您好，您的外卖。谢谢。太好了，是正常人。祝您用餐愉快啊！辛苦了。不客气。老公，你点的外卖。刚刚那个外卖员有点奇怪，他怎么往电梯那边走了？电梯？咱们这电梯不是早就坏了吗？你好，您的外卖。电梯不是坏了吗？这大哥是爬楼梯上来的，真敬业啊。大哥，看在你这么努力的份上，我可以给你提个醒，这栋楼闹鬼哦。啊？他们说13层有走不完的柜台阶，你要小心哟。队长，刚刚那个小孩说13楼有走不完的龟楼梯，诡异应该就在13楼吧？那其他地方是不是安全的？我早就料到了，这栋楼里不止一只诡异，我就说苏毅不可能那么好心。嘿，那我们岂不是很危险？该死，失误了！这栋楼里既有诡异，也有正常人，我们应该向正常人多打听情报才对啊！一会儿到你那一层送完外卖，别忘了问情报。您好，外卖，请问放在哪里？腿脚不方便，你帮我送进来吧，我就在客厅。你好，请问您在哪儿？你看不到我吗？啊！你还不走？抱歉，打扰了。我遇到诡异了，是他点的外卖。我知道了，还好你运气好，否则就掉进苏毅给你挖的坑了。龙国的诡异文化中，很多诡异都以为自己还活着，谁要是让他意识到他已经死了，诡异就会杀人。苏毅设计的送外卖公司叫“活着吗”？送外卖的时候，要是说出“活着吗”这3个字，诡异一定会割开你的喉咙。不过如此。什么情况都没遇到，真就这么简单？不可能，一定有什么细节我漏掉了。该死的！这诡异怎么这么强？这不可学！你自诩聪明，可聪明反被聪明误。你让每个人都下去送外卖，而他们每一次
都会贡献大量的恐惧值，所以才会演变成这样，不是吗？真就这么简单？对付聪明人，往往最简单的办法最有效。其实从一开始你就错了。这个副本从没说过每人只能送1次外卖。如果你从一开始就自己去送，而不是把他们当诱饵，结果会完全不同。居然这么简单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么简单？我不服！我不服！天才往往都很自负，而你却是自大。就这么结束了，太草率了吧？其实想想完全合理呀。角盆本来就没什么人了，除了那个东挑三郎以外，其他人看起来也就是普通人，没有因为恐惧值过高而直接被抹杀，已经算是不错了。这么一帮人闯关诡异副本，靠恐惧值才是最有效的办法呀。本以为苏神会再次设计一个逆天的副本，没想到这次居然这么简单。这就是返璞归真吗？没错，副本规则简单，诱使东条过度复杂化思考，利用他的性格弱点，将恐惧喂养机制从被动承受变为主动触发，这就是苏神的高度，已经不是，而是。尊敬的苏毅先生，尊敬的龙国，我们承认并敬畏全新的文明秩序，恳请您能慈悲还我们申遗之名。我们愿意遵守一切契约，只求在未来的副本中能给我们一线生机。我们愿意拿出70%的国运收益，换取一次非必死的通关可能。若您肯开口，角盆国也愿意照做。我们承认所有文化渊源皆自龙国，立刻归还所有申遗项目，愿为龙国文化东传的桥梁。只求副本死亡率不要是100%。你们要我放水，可以，但这水怎么放，由我们龙国来定义。这是我和系统兑换的契约，签下契约者永不违背，否则国灭。只要你们同意，我可以考虑你们的要求，选择吧。漂亮国同意。龙国文明被设定为基准文明模板。恭喜龙国完成文明引领者晋升，国运永固，文明之火不息。警告！检测到强烈执念波动。警告！检测到位面之上能量介入。此前被覆灭的角盆、漂亮国、人妖国、腐国核心成员，已与位面之上存在达成交易，以残余执念为筹码，激活文明复活赛。位面之上，倒是有几分胆子，敢插手我的局。交易规则：复活者组成联军，挑战宿主指定副本。若成功通关副本，可彻底复活并重置所属文明；若失败，执念将被位面之上收回，彻底消散。一群输不起的家伙，还想靠外力翻盘？既然如此，就别浪费时间玩过家家，就用这个吧。24节气寒一节贵村，我的压箱底副本
够不够资格让他们赌上复活机会？拭目以待。文明反噬赛正式出发，残余执念凝聚尸体，4大覆灭文明核心成员以执念为引现实复活。任务目标：打破华国恐怖神话，重夺文明存续权。文明存续公约根本就是双重标准，苏毅凭什么用那些装神弄鬼的伎俩灭国？我们要求重赛！华国人的恐怖全是噱头，这次我要把他的贵村炸成废墟，撕碎中是恐怖的虚伪面具。我的古曼童吸收了百鬼怨气，区区祭祀任务，不过是给阴魂送点新的游戏。上帝会庇佑正义之人，苏毅的邪恶巫术终将在圣光下瓦解。不服输就来试试。24节气，寒衣节归村。午夜12点前完成3项：给老槐树挂寒衣，给乱葬岗烧路纸，给祠堂牌位敬香。记住3条：不采坟头草，不接寄来的衣物，不回头应答熟人的呼唤。活下来，才有资格谈重赛。祭祀，3岁小孩都能完成的任务，苏毅是怕了我们吧？按计划分工，先挂寒衣，再烧路纸，最后敬香。保持警惕，避免陷阱。华国祭祀讲究形式主义，只要模仿流程，不破坏规则，所谓的阴煞根本伤不了人。这次一定要洗刷灭国之辱。该死！这是什么鬼东西？保罗触犯寒衣节隐性禁忌，触碰阴魂专属寒衣，恐惧值提升40百分比，当前恐惧值40百分比。寒衣节的规矩，碰了阴魂的东西，就得付相应的代价。这场游戏才刚刚开始。祭祀的核心是送，只要我们以逝者的视角完成流程，不主动挑衅，就能规避风险。格帕拉，你去挂寒衣，注意别破坏衣物完整性。华国的恐怖都源于心理暗示，只要逻辑在线，就能找到破解之法。之前的失败只是意外。我的手，快松开！寒衣节的衣物是给送的温暖，活人碰了就是抢阴德，阴德不够，自然要用血肉来偿，这是你自己选的。一派胡言！我绝不相信这些！怎么会这样？快灭火！大卫触犯禁忌，焚烧阴魂寒衣，恐惧值加30%，当前恐惧值55%。都打起精神，烧完路纸就去祠堂，记住，别碰任何东西，尤其是粪头草。该死的！这是什么鬼东西？扫射只会让他们更愤怒。你们连最基本的敬畏之心都没有，难怪会死得那么惨。啊！
快拉我上来！我不想死。大卫触犯核心禁忌，踩踏坟头草，触发阴煞反噬，恐惧值加10个百分点，当前恐惧值61百分点。这口棺材从一开始就是为我们准备的，我们根本逃不掉。那口棺材里到底是什么？太诡异了！别废话，只剩最后一项任务，我还到祠堂进香，完成任务才能活着离开。保罗，我在这里，快过来拉我一把。杰克，你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格帕拉，救我！我的身体快被阴煞吞噬了。托尼，是你吗？你在哪儿？别应答，这是禁忌，都是阴魂的幻象。东条君，等等我，一起走啊！是伙伴的声音，我要救他们！不，救我！大卫违规在先，应答熟人呼唤，已被抹杀。东条三郎、保罗、格帕拉恐惧值上升，当前值分别为60%、60%。怎么会这样？我们的名字怎么会在牌位上？他们不是幻象，是冲着我们来的！只求顺利完成祭祀，平安离开。该死！又是陷阱！快镇压这些阴邪！我的古曼童！牌位是阴魂的寄托之地，你们的名字刻在上面，就等于给阴魂递了索命贴。古曼童本就是阴物，自然会被牌位的阴杀之力吞噬。我毁了这些破牌位！我的手！保罗试图损毁阴魂牌位，触发反噬，恐惧值上升15%，当前恐惧值75%。执念，养料。阴杀之气浓郁，联军成员恐惧值持续攀升。当前东条三郎70，保罗80，格帕拉85。我明白了，此任务根本是陷阱，真正的通关条件是偿还祭品，就是我们自己。只要牺牲一个人，其余人或许能活下来。保罗已经重伤，正好当祭品。你这个混蛋！
想让我当祭品？做梦！不，放开我！东条三郎被阴魂寒衣吞噬，恐惧值达到100%，已被抹杀。还我命来！还我命来！阴债循环，报应不爽，这场复活赛该落幕了。古曼童，就算拼尽一切，也要拉着这些阴魂垫背。不对，你怎么会被阴魂污染？格帕拉被污染古曼童反噬，精气持续流失，恐惧值达到90%。出口呢？快让我出去！寒衣街欠下的阴债，从来没有能逃掉的道理。保罗，我们同归于尽！放开我！这是什么鬼东西？那是阴魂咒，格帕拉临死前用残余精气催动。贴了这符咒的人，会成为阴魂的替身，替他偿还所有阴债。不，我不要当替身！保罗恐惧值突破临界值，身体即将被阴魂彻底吞噬，抹杀到计时开启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。检测到第三方势力闯入 SSS 级副本，24节气寒衣节鬼村，副本稳定性下降。大人，我们来救你了！本来只想清算联军的阴，没想到还有自投罗网的。既然来了，就一起清了。刀残魂，全力爆发！苍井大人，你不是已经被抹杀了吗？角喷国的人欠的命太多了，寒衣节本就是长命的日子。妖刀残魂，战！
警告：保罗受到红衣阴魂威压，恐惧值上升10个百分点，当前恐惧值90%。他不是苍井，是寒衣劫万天阴魂凝聚的红衣守护者，守着这龟村的阴寨，你们谁也逃不掉。滚开啊！滚开啊！你看那边！甲盆国少年恐惧值持续攀升，均突破90%，妖道残魂彻底失去力量，已消散。你们的先辈烧杀抢掠，欠下无数血债，如今他们魂飞魄散，这债就该由你们来还。我不想死，谁来救我？中式恐怖从不是装神弄鬼，核心是因果。你们当年覆灭，残害生灵，种下恶因，如今身陷龟村，被阴魂所命，便是必然结出的恶果。你们的最终归宿。这里是阴寨清算地，午夜结束前，你们要跪在这里，直面每一道冤魂的怨气，才算偿还部分阴债。若中途反抗，便会被怨气吞噬，魂飞魄散。他们全都被烧死了。血债必偿！保罗恐惧值突破临界值，被古代英雄虚影重创，已被抹杀。二等先辈烧杀抢掠，残害生灵，今日便由你们代其偿命。甲盆国坛云势力已全部抹杀，相关阴债偿还完毕。
竟还有人躲在暗处。看来这场阴债清算还没结束。居然被发现了！伊丽莎白，你制造的血族战士，残害了无数无辜生灵。这笔阴债，你以为能躲得掉吗？就算我逃不掉，也要拉你们一起垫背！这是新的力量。过来，听我的命令！我是你们的创造者！自作聪明，画蛇添足，寒衣节进化。血族基因与阴杀之力融合的产物，这东西留着有用。检测到外源恶念基因融入，副本规则更新。当前副本难度提升50%，通关奖励翻倍，副本能量辐射范围扩大。外来基因再诡异，也敌不过中式恐怖的底蕴。警告：检测到寒衣节副本能量异常溢出，即将触发跨国连锁副本，所有关联维面文明将受到影响。连锁副本会牵连其他国家。看来这场阴债清算要蔓延到更多地方了。寒衣节鬼村副本能量溢出，成功触发连锁副本24节气冬至鬼包饺子。所有未签订文明存续公约的国家，强制派出3至5人队伍参与挑战。拒绝参与将直接触发文明反噬。1. 饺子馅禁止陷入活人血。2. 包制过程中不得让饺子破皮。3. 祭祀未成之前严禁偷食。违者后。
我们进来。冬至吃饺子是龙国的传统习俗，寓意团圆安康。可惜，你们今天要包的是饺。这不是粉末，它是骨灰，是我们国家死者的骨灰。我们用自己带的普通食材，骨灰太诡异了，肯定是陷阱。阴间饺子需配阴材，活人食材阳气过重，只会激怒鬼藻。我的手臂！违规使用活人食材，激怒鬼藻，触发反噬。全体队员恐惧值加50百分比，当前恐惧值60百分比。饺子破皮便是漏阴，这些阴虫以活人的阳气为食，一旦被缠上，阳气会被瞬间吸干。好吃，还要吃，更多。鬼藻本就是阴间恶鬼与冤魂的聚集之地，你们既没按规则包购阴饺子，又屡次触犯禁忌，他自然要找活人填肚子。出口被封了，我们死定了！我跟你拼了！饿了，我饿了。那上面是我们，里面藏着的是之前被抹杀的。
小国队员恐惧值突破临界值，持续被阴魂吞噬，已陆续被抹杀。全世界都看清楚了，不敬畏他国文明，不遵守阴间规则，妄图挑衅中是恐怖底线，这就是下场。连锁副本冬至鬼包饺子挑战失败，所有未签订文明存续公约国家国运下降20%，国民平均寿命减少20年。反噬效果即刻生效。恭喜获得龙国文明印记，解锁副本终极权限，可自定义所有国运之战规则，掌控文明存续话语权。这是无数阴魂与龙国文明底蕴凝聚的印记，得此印记，便等于执掌了位面文明的规则之权。规则本就该由强者制定。龙国成功解锁副本终极权限，即日起，龙国可自定义所有国运之战规则。被签订文明存续公约国家，永久失去国运之战挑战资格。已签约国家需每年缴纳10%国运作为文明管理费，逾期未缴将触发文明反噬。龙国英明，我们愿意严格遵守规则，按时缴纳文明管理费，全力配合龙国制定的所有规则，绝无异议。约金5%国运，我们认了，请尽快确认吧。从今天起，龙国文明就是世界文明的唯一标杆。所有国运之战，规则由我龙国说了算。文明存续的话语权归我龙国所有。跨次元国运战，原来这才是文明印记的真正力量。星际势力吗？正好，一并清